加了蓝紋奶酪的流心芝士塔会是什麼味道？還有裹滿醬汁的砂鍋田雞粥和讓地獄廚神戈登也讚不絕口的加東磊沙會有多好吃？大家好，我是八梅。有人說新加坡的美食都在高檔的米其林餐廳，但我發現市井的排檔、深夜的糖水鋪和只要人均10元的小販中心可能更有魔力。水簾洞。下了飞機放下行李，第一件事就是來吃這家饞了很久的流心芝士塔。它是這家店的招牌，據說來晚了就沒了。有大號和小號可以選，也可以買单塊的，這樣一塊是16新幣。它不是那種傳統的流心芝士塔，上面烤得像巴斯克一樣焦焦的，但中間的芝士還很軟。店裡介紹說這個流心奶酪裡還加了藍紋奶酪，不知道會是什麼味道，來嘗嘗看。它吃起來的芝士味沒有想象中的那麼厚重，也沒有那麼甜，是那種帶有一點鹹香的奶酪味，風味真的很特別，大口吃也完全不膩。底下的這個酥皮也是有一點鹹的。這怎麼還有雞呀？新加坡這裡還有一個很有名的地方，叫牛車水，這裡有集市，還是新加坡最大規模的小販中心之一，好像擁有超過200個美食攤位。這裡有一家米其林推薦的薄餅，看起來還不錯。你要辣椒吗？要一點。裡面會加上紅蔥頭酥、蝦米、脆脆的蔬菜、雞蛋碎，還有熱乎乎的這個是沙葛絲。一開始我以為是土豆，一整個捲起來，再切成一口一個的大小。還點了一個娘惹杯，還有咖喱卷。这個好吃，裡面是脆脆的、甜甜的，然後是辣辣的，感覺料好多。這個是咖喱春卷。裡面是土豆，這味道很像上次在檳城吃的那個印度咖喱餃。娘惹金杯，這個娘惹杯吃起來脆脆的，像印度脆脆球，但裡面這個料好像和那個薄餅是一樣的。你在這裡能嘗到很多當地風味的小吃。新加坡最美味的不一定在高檔餐廳，而有可能就在這個人均只要10新幣的小販中心。晚上來是新加坡這邊特色的砂鍋田雞粥，這家店是屬於本地還挺有名的老店了，排檔風格的。傍晚天沒有那麼熱了，坐在路邊吃也很舒服。新加坡這邊的田雞粥就是田雞歸田雞，粥歸粥。我選了2種不同的口味，宮爆味和蔥薑味。它的這個粥也是會用砂鍋熬得很軟很稠的那種。粥裡面放了蔥和胡椒，給它拌一下。一端上來你就會聞到濃濃的米香味，真的太香了。它這個醬汁很濃郁，吃的時候一大勺，連田雞帶醬汁一起舀在粥上。哇，這個還沒有吃我就知道肯定好吃。我本來想去拍一下它裡面做這個粥的，不讓拍，本來已經拍了一點了，讓他們刪掉了。這個湯是微微有一點甜甜的紅燒，然後帶着辣。這個田雞腿好彈啊！因為瓦罐裡的這個湯汁燒得很濃稠，所以整個吃進去的時候它都是裹着湯汁的。這個宮爆味就是那種醬香味很濃，吃着還會有點辣。它不會有很濃的五香調料的味道，就是那種鹹香中帶點甜的紅燒。蔥薑味就是不辣的鹹鮮的口感，更能品嘗到肉本身的鮮美。用這個湯汁拌粥也很好吃。我坐在這個路邊，現在開始下雨了，很涼快。啊，是的。擦擦嘴。拜拜。這個是炒福建麵，有沒有福建的朋友？你們有沒有吃過這個福建麵？反正我在福建也沒有吃過這個福建麵，不知道是不是福建的。裡面有肉，有這個蝦，這個蝦看起來還蠻大的。先來一碗嘗嘗。這個麵的味道特別濃郁，海鮮的鮮味在裡面。它裡面好像還有很小的魷魚鬚。我還點了這個麥片蝦，也是新加坡這邊的特色做法。田雞也可以做成這種麥片的。它這個外面是麥片，蝦是單獨炸了以後再和炒香的麥片混合在一起。這個蝦好大隻。它這個麥片炒的時候，裡面還加了咖喱葉和黃油，它有點避風塘的感覺。來嘗嘗看。哎，它聞起來好像有蛋黃的味道。裡面的蝦肉是很彈的，剛吃進去的時候，那個口感是又甜又鹹的，還蠻好吃的。麥片蝦，我還點了一杯這個叫愛玉檸檬，喝起來很解暑。哦，裡面有果凍，還有荔枝，還挺好喝的。天黑以後，這邊小街上的店鋪會把桌子都支出來，還挺熱鬧。
怎麼這裡也有這種東西？晚上出来想喝個糖水，挺晚了，這邊的甜品店排隊的人還很多。這家店好像是他們本地人和游客都很喜歡的，晚上會營業到很晚。还挺好看。我點了個榴蓮芒果西米露，還點了一碗這個仙草海底椰，這個是糖不甩。這是一大顆榴蓮，這榴蓮還是榴蓮冰淇淋啊？榴蓮泥，它的湯也很濃稠，晚上來一碗應該冰冰涼涼的，很舒服。先來一勺榴蓮，哎呀，它是用大塊的榴蓮肉做成的一個冰球，好冰啊！這芒果還挺甜的，感覺很清爽。哇，我感觉這我可以吃2碗。這個是海底椰，仙草海底椰。這我一直不知道海底椰是什麼東西，吃起來脆脆的，裡面是紅糖水。啊，不然說牛叫了。這个糖不甩好軟。哇，它裡面好像還有什麼醬，花生醬嗎？外面是花生和糖裹起來的，好香啊！這跟之前在佛山那邊吃的糖不甩還不太一樣。這只裡面是黑芝麻的，它每只還不一樣。這不就是湯圓嗎？應該上次在佛山吃的那個糖不甩才是糖不甩，但是也很好吃。吃飽喝足，準備回酒店休息了。第二天一大早起來，來吃新加坡的早餐。這家早餐是本地人推薦的一家老店，是吃這邊比較傳統的南洋早餐。這個炒米粉一定要點，是只有早上才有的，來晚了就沒了。它到中午的時候就會換成海南雞飯，這個有點像炸豆皮，還有炸過的午餐肉，像魚餅一樣的丸子。這些料是可以自己選的。這個炒米粉看着很清淡，但實際上把醬料拌在一起之後，吃起來還是比較鹹的，但是它很香。生熟蛋也是來這邊一定要嘗一下的，我是上次在馬來西亞吃過以後就愛上了。半熟的雞蛋撒上胡椒粉，淋上醬油，配上咖椰黃油麵包，可以把麵包撕開蘸着雞蛋吃，很鬆軟。再來一杯南洋風味的咖啡，這個咖啡裡面加了一點點煉乳，是微微甜，喝起來就沒那麼苦。今天要來嘗嘗新加坡這邊一家很老牌的肉骨茶，應該有70多年歷史了吧，很多人排隊。它是屬於潮州派的白湯肉骨茶，湯底是很濃郁的白胡椒湯底。它裡面的這個豬肋排燉得很軟嫩，而且肉也很厚實，要配上它這個特製的醬油膏，是鹹甜口的，蘸上一點真的可香可香了。它這是有肋排，還有這個是帶軟骨的2種，裡面還有這個蒜，湯是免費可以續的，你喝多少碗都行。它這裡的這個肉骨茶胡椒味特別重，來嘗嘗看。哇，這一口下去，那個辣辣的感覺能停留很久，而且它這個湯色特別的濃，跟之前在馬來西亞吃到的那個還不太一樣。它是2個派別，別看這麼大一塊肉，這個燉的特別的酥爛。這個炸五香卷也很好吃，外面是捲了豆皮的，已經炸得很酥了。之前在檳城的時候也吃過，但是這個長得不太一樣，它配的是這個甜醬。它這炸得好酥啊！雖然它叫五香卷，但是我覺得它的胡椒味已經蓋過了它的五香的那個味道。用這個肉骨茶的湯泡油條真的特別好吃，油條吸收湯汁以後，你吃進嘴裡，咬下去那個湯汁就會爆出來。這個時候油條的口感就是又軟又酥。我還點了滷豬腳和肥腸，都已經很酥爛入味了。這2個小菜感覺特別下飯。用這個湯泡飯，再來2塊大腸，這個大腸怎麼都串成串了？這裡面的這個大蒜已經燉得很軟了，這個大蒜的質地吃起來像榴蓮。在酒店附近發現了一家正在現做蛋捲筒的冰淇淋，
新加坡這邊的加東磊沙也是來了一定要嘗一下的。這家是在路邊的一家小店，但是有很多明星也來打過卡。這碗磊沙粉還讓地獄廚神戈登也讚不絕口。加東磊沙的這個湯底的香味特別濃，它是用蝦殼和雞骨熬的，超級的鮮。裡面還加了椰漿、咖喱、香茅一起煮，屬於是你還沒找到店就能聞到香味的那種。我放一點辣啊！哎，好。先你不放辣進來拿。好，謝謝。這個是辣沙葉來的。辣沙葉不是香菜，辣沙葉。辣沙葉。哦，就是點了一碗普通的這個磊沙麵。它這個粉都是不是一整條的，是那種剪碎的，然後裡面這個白色的是什麼？有點像魚豆腐，然後裡面有蝦還挺多的，還有這個磊沙裡面他們喜歡放的這個像雪蛤的貝殼，我還加了一個溏心蛋啊，這個溏心蛋做的真好。他們這邊這個磊沙就是用這個椰漿調的這個湯底，然後碎的這個粉就是方便你用勺子吃，裡面加上各種海鮮的料，吃起來就會很鮮。然後老板給的這個磊沙的葉子還特地說了不是香菜，然後這個紅色的是辣醬，哇，這聞着好香啊！其實只放了一點點辣，但是它這個味道還是挺衝的，湯料特別鮮。它裡面的這個湯是很濃的，稠稠的，用筷子吃反而不方便了，還是勺子吃好。一大口連着这個料和湯一起吃到嘴裡，這個蛤蜊咬開的時候特別鮮。啊，稍微有點辣，但是這樣來一碗感覺很爽。這個叫烏打，這個字是念打吧？這個好像是用馬鮫魚做的魚餅，然後裡面會有各種的這個調料在裡面。哦，好像是烤過的，像一個舌頭。我感覺吃進去它裡面東西好多啊，不僅有魚肉，好像還有些什麼菜啊什麼的，辣辣的，稍微有一點，沒有什麼魚腥味，但是能感覺它是用魚肉做的，它還有一點香茅味。它這個粉的口感是有一點脆脆的，確實是很好吃，真的太好吃了，所以我準備買幾盒帶回家吃。好吃？啊，好吃啊！中國啊，馬來印度尼西亞可以達到5度。走之前再來嘗嘗新加坡這邊的海南雞飯，這家店也是新加坡的老字號了。我點的是白雞拼油雞，然後還點了一個雞胗和一個鴨肝、雞肝，這是可以單獨加的。這是1/4個雞。這個飯我要的是香飯，它可以選白米飯和香飯。香飯它就是雞油飯，就更香一些。還有一碗雞湯。這邊海南雞飯的醬料是這個黑醬油，它這個醬油跟煉乳一樣，特別的稠。辣椒醬還有薑蓉。這可能是我自己的邪修吃法。他怎麼不給筷子呢？有沒有筷子？沒有人用筷子，好奇怪。沒有人用筷子吃中餐，怎麼沒有筷子？先吃一塊這個白雞。蘸這個薑蓉還蠻好吃的，其實可以不需要這個醬油，一點點薑蓉就夠。這個雞肝還是很不錯的，很綿軟。我感覺它這個雞肝長得好大，一隻雞胗，一隻雞肝，居然有這麼大一盤。嘗這個油雞，它給的是一個翅膀，它這個雞皮都做得很爽脆，彈彈的，因為它做過調味，就是會很香。再配上這個雞油飯，飯裡面有那個雞油的香味，然後會有一點點鹹味。他們說海南雞飯是新加坡人發明的，但我怎麼覺得這個好像還是我上次在海南吃的那個好吃呢？然後我感覺雞味好像沒有我上次在廣東和海南吃到的那個雞味濃，可能是雞的品種關係。但也是好吃的，這家店也不是遊客店，是他們當地人來吃的。這個雞湯怎麼是有點甜呢？吃完就要回家了。洗頭，洗得乾淨。回到杭州，瞬間降溫20度。想我了，對不對？如果喜歡眼吃會系列，記得點讚3連。我們下期再見。